各位喜爱棒球的观众朋友，大家午安！欢迎跟随中华民国听障棒垒球协会的 FB 以及 Hop Sports 的转播平台，来到林口国立体大棒球场，欣赏到第一届世界杯听障棒球锦标赛的赛事转播服务。今天第二天的赛程所转播的第3场比赛，将由美国队对上地主中华队。那本场比赛的转播服务工作由我陈时正来担任转播。那讲评的部分，我们请到的是中华队的一个执行教练刘嘉诚刘教练，来跟大家分享整场比赛的一些跟中华队有关的资讯。那手语服务的老师是吴俊峰老师。刘教练好。主播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好，那现场到下午的部分的话气温感觉稍微有再低一点点。那现场主要对选手的考验应该是风势还蛮大的所以那个体感的温度比我们看到的15度可能还要再低一些些。不过好消息是今天的比赛还蛮顺利的，就是没有这个好像昨天晚上在这个地区有点下雨的状况那来看到美国队连续2场的比赛他们所安排的先发打序，第1棒 Drosba， 第2棒 Gong， 第3棒 Long， 第4棒 Anderson， 第5棒 Roscoe， 第6棒是 Johnson， 7到9棒分别是 Bensman、Kushmider 跟 Greenstock。中华队今天所安排的先发守备阵容的部分，投手是先发投手黄友文搭配的捕手黄诗凯。1垒手郑明峰，2垒手林正雄，3垒手高瑞祥，游击手林伯训，左外野手是蒋俊贤，中外野手郭瑞仁，右外野手的部分是谢云珍。今天看到中华队安排的先发投手是左投手然后今天中华队的这个球衣其实是蛮经典版的，这个有这个可能老球迷会知道比较怀旧，这个应该是92年那时候那个年代巴塞罗那奥运那前后的那个中华队的样式这个刘教练要不要介绍一下？因为好像这个中华队的这个球衣的一些想法这些也都还蛮有一些想要传承的，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其实这次设计的概念就是要致敬40年前的中华队。40年前，对，那没错。包括袜子的部分，我们也使用复古型的那个吊袜。对，有观察到，没错。所以这个应该球员的阵容当中有一些也是资深球迷没错。刚刚才提到这个现场的风势蛮大的所以今天一整天下来没有雨势，所以刚刚这一阵风也把球场的一个场地里面的一个风沙刮起来，所以刚刚裁判喊了一下暂停。那今天这场比赛前，其实中华队还蛮早就到场做准备在场边应该有观察到前面一场美国跟韩国的比赛。那刘教练，你们在场边怎么看这个美国队，特别是打击的部分？美国打击的部分，因为他们欧美国家嘛，他们的体型都比我们高大很多。是。对，那也是观察一下他们针对球种的攻击上面，对，去分析。好像打击的力道确实还蛮不错的。没错，所以就看起来就很像，是比较专业一点的球队。就是要比较小心呐。这个球还蛮强劲，不过在3垒边线最后是转出了界外投手这边，我们先发投手来讲的话，表现就跟前一场比赛韩国的投手，其实我们的表现就好蛮多的我们至少在这个控球上面感觉是蛮不错的。其实今天亮相的就是我们比较熟悉的，包含这个日本、韩国跟这个中华队，其实3支亚洲国家的球队，这样看起来真的，日本投手的控球真的还蛮好的。哇，这球打进在界内看起来落点是很不错。那右来手处理要快，因为一路滚到这个角落的位置哇，那跑者应该是上3垒没有问题。这个时候已经卡到进来了。哇，这个球的落点实在是太好了
不过有时候就是这样子哦，投手宁愿是这种被安打比较没有关系啊，反倒是像我们前一场比赛看到韩国队这个连续的保送出来的话，好像对士气会比较伤啊。因为第一保送的话，在其他野手上面会，他们身体会不会热，不会跑动，对，所以对大家的表现会有很大影响。是。那刘教练也可以来介绍一下我们这一位先发投手，看起来其实整个控球，还有像刚刚这个应该是一个变化球，他擅长的一些球种啦，或球路或对决的一些模式哦。其实黄友文选手他球速算不快，但是他在队上就是控球其实是数一数二的。是。对，那其实他变化球也比较多样，像曲球、滑球是比较基本的。那他主要比较对决球其实会是在蝴蝶球，所以在今天的天气来讲，其实会比较有利，因为有风。对，好像是这一颗哦。哇，这个虽然第一局上半因为三垒安打出现的关系，刚刚这个滚地球让美国队得第1分哦，但其实以球队安定感来讲，真的，我们透过慢动作镜头看到那个球完全没有在转哦，就是刘教练所说的，蝴蝶出现啦。那这个蝴蝶球让美国队的打者虽然有打点，但中华队也顺利拿到这场比赛第1个出局数，1人出局。其实蝴蝶球真的是在投手来讲是蛮难掌控的一个球种，蛮难掌控，而且也要看一下天气的因素。这个黄佑文投手他所使用的应该是3指去弹的，还是2指的？好像有的投手在这个数量上面，在使用的这个指节上面也有所不同，对不对？对，他应该是3指的。刚刚那个慢动作那一颗球看到那个很漂亮，对，因为我们大部分现在大家在讲转速啦，你很少看到那个零转速或低转速球没有转看得到缝线的大家不妨也透过转播来欣赏一下这样特殊的一个球种又来了。所以其实因为蝴蝶球比较少出现，对，在打者在应付它的时候会比较难适应。没错。这个甚至其实，在大联盟过去也有少数几名那种知名的蝴蝶球投手，都还要有特别的捕手来帮忙接没错，才有可能接得好。这边制造了一个挥空，捕手的接捕也蛮确实的不过这边有落地吗？这个如果没有落地，直接接捕的话，应该是出局。可是，先落地了那这边如果先落地的话，捕传一垒这边必须要传到之后因为我们这边这个镜头可能刚好在这个视角会被挡到。那这个当然就有点可惜不过要小心，因为跑者过去要抢上垒，这边也跟一垒手产生了一个身体上小小的接触碰撞不要受伤了但是刚刚在看跑垒，跑动的路线上，他已经跑到了场内，所以有可能这个应该就是邓志伟教练上来在询问的点那这边经过中华队的一个这个就是一垒这边我们常常在讲的有时候在处理短打或像这种类似的状况，当然这个改判出来之后，我想美国队也会表达他们的意见当然刚刚我们的讲评刘嘉诚教练已经解释得非常清楚了你有这个权利，因为球是落地的，然后来争取这个不死三振上来没有错。但是这个一切都还是以这个守备优先对，
那这个判决也是要依照裁判组他们讨论，没错没错，才有办法判决。双方我想都是在针对自己合理的范围来做争取哦。因为其实他完完全全都是在线内啦。是。这个有时候选手的反应不见得说是特别故意要往哪边跑。因为刚好那个球，我这边看是觉得，因为刚好捕手球就传在外侧，那你看到一垒手在外侧这边也不会故意去做冲撞，所以他就很自然的跑到里面了。但跑到里面这边就会造成后续大家现在在讨论的这个问题了。这个我们前面的比赛就讲过了，除了这个一般国际赛事语言翻译另外手语的部分也是一样要经过这个层层的翻译，所以可能要花一点时间。不过透过手势我们可以了解，其实很明显就是在讨论这个线内线外的问题包含裁判在解释的一个说明的一个手势上面我们就是尽可能的把这个引用的规则啦，然后依据来解释清楚。美国队的这个因为他是想要帮球队争取上垒啦，所以这个选手的话，一般就是会比教练更有情绪性他没办法上垒，他觉得没有办法帮到球队觉得蛮怄的这样子。那这样子这个最后结局还是出局，游击区的一个滚地球打得蛮强劲的，两个弹跳举手没办法掌握。碰到手套之后，还是给漏到了外野这边。两人出局之后，美国队这边的一个打者继续来攻占一垒的垒包。好，那刚刚因为这个球打得比较强劲在记录组这边认定是一支安打所以第4棒的 Anderson， 这球左投手的一个牵制，看看，哇，这比较可惜了。其实已经抓到了跑者的一个企图那刚刚其实本来一度有机会会是这种夹杀那这边也问一下刘教练，就是说我们听障的棒球选手在夹杀或处理一些手背一般这个我们讲一般普通的球员来讲的话，他们可能透过声音在沟通是方便的。那听障的这些选手，他们在没有这样的一个条件底下，在处理这种 play 的话，要注意哪些地方？其实，在处理不管是说夹杀还是说各种状况的球来说，就是其实是透过反复的练习，反复的练习，对，反复的练习，让他们去习惯说在比赛中遇到这种状况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去跑位，怎么去传球，对，只能透过练习，因为毕竟在耳朵听不到的情况下，他们只能用眼神去，没错，去追踪我的球在哪里，我的队员在哪里，或者是跑者现在在什么位置，是对，所以这个一定就是要经过长时间的一直练习，才有办法去培养出默契。这边二垒上的跑者似乎抓到投手要投一个变化球的时机那当然如果是不管是曲球啦，或者说蝴蝶球这样的一个球种速度来讲的话，在一般变化球系列又显得更慢所以可能二垒跑者在倒往3垒的话，成功率是会比较高的。好，这球没有掌握好，形成一个一垒界外区的界外飞球。
2出局5棒 Roscoe 的打击，目前球数来到2好2坏。跑者是进站到3垒。哦，这球一垒手在线边把他拦下来之后，自裁垒包，好球，没有问题。中华队在1局上半，美国队的进攻虽然掉了1分哦，但把3垒有人哦会在失分的危机给暂时解除了。目前美国队1比0暂时维持领先。对今天所安排的先发打序，第1棒蒋俊贤，第2棒郭瑞仁，第3棒高瑞祥，第4棒林伯训，第5棒谢云珍，第6棒张仲辉，7到9棒分别是郑明峰、林正雄以及黄诗凯。那美国队这边所安排的先发投手是 Colton Dixon， 他搭配的一个捕手是 Greenstop， 1垒手 Strasburg， 2垒手 Roscoe， 3垒手 Bensman。游击手 Anderson， 3名外手由左至右分别是 Eric Long、Kyle Gunn 以及 Jalen Johnson。Johnson 就是在前一场比赛哦，其实紧急接替先发投手的第2任投手，身材非常的高大，其实球速也不错。不过当时所呈现的是控球的感觉没有先发投手这么好。那这场比赛他是以野手的身份来先发上场。那前场比赛有观察到美国队的后续几任投手，包含后来有叫野手上来做投球，似乎能力上面跟先发投手有一点点的落差哦。这个看看是不是中华队能够来掌握的一个机会了。那刚刚局间的过程当中，刘家恩有跟我提到说，昨天跟今天前面场次观察到各队的。好像认为跑者部分都展现蛮积极的一个态度跟速度哦。对，但是我觉得这是在听障棒球来说，是因为大家没有办法透过声音去提醒队友说，垒上跑者已经跑了。对，所以大家在这方面会比较积极。哦，对，确实哦，这个一般我们你像右投手背对一垒包哦，那发动盗垒的牵制的时候，多半是借由捕手、一垒手这样的一个喊声哦。没错，对。那讲到这个前面的比赛有提到说，就是好像在听障所有的听障的运动为求公平性，其实助听器都是不得去携带使用的哦。那选手在这部分的话，是每个选手他们适应上面哦，通常他们会碰到什么样的问题？以教练在带队的经验，那怎么样让他们解决？其实在这方面，因为有些是已经没有办法透过助听器去辅助他的听觉，所以其实以我们目前中华队的成员来说，其实大家都蛮习惯的。对，那只是说在练习上面的时候，就会提醒他们一定要特别注意安全，因为避免说像外野一些左中外野或是右中外野的两外野手之间的一个，或者是说一个杀死的球会内野手会出来，会避免那个危险，所以要请他们都特别注意。OK。那也会再告诉他们说，可能内野手主要飞球就会以游击手为优先，是。那外野的话，主要也是以中外野为优先，对，就会在特别都重复提醒他们说这个观念。对，就等于练习的过程当中，还是遵循一般棒球的一个基本观念来做执行啊。然后我们在聊这个详细的一些细节的过程当中哦，美国队投手 Dixon 是面对开路先锋投出了一个3振哦，这球打得还蛮强劲的，看看2垒手的处理，
哎呦，中华队这个跑者脚程够快啦，抢先一步踏上一垒，虽然传球没有说非常歪哦，那一垒手也想办法把他给救回来哦，但终究是中华队的一个靠着脚程哦，郭瑞仁这个时候踏上一垒垒包了，只是这球打出去哦，向中线位置，二垒手要有一个移动哦，一瞬间就会觉得可能有机会可以上垒了，再加上左打者哦，真的有这种少一步的优势啊。因为在今天中华队的打线就是参考昨天在场上有好表现的球员，对，就还是继续持续留在场上。是。那只是说棒次，因为大家打击的状况可能还是需要调整，所以在教练团那边有一些微调。OK。中华队在一人出局之后，攻占上一垒垒包，这时候要来进入到中心棒次的进攻。率先上场是第3棒的高瑞祥。哦，一垒跑者启动，低角度的球，美国队捕手接到挡到之后，拿起球来要再做传球，应该是没有机会。这边郭瑞仁刚刚靠着自己脚程上垒之后，继续凭借着速度的优势哦。来做出一个盗垒成功哦，这也呼应到刘嘉诚教练刚刚所说的哦，就是在这个听障棒球的比赛里面哦，大家跑者的一个积极度来讲的话，哦，会去善用这样子一个比赛的一个特性哦，来做积极的抢进跑垒啊。那教练在我们现在转播哦，刚好就在本垒正后方的视角哦。一般就是怎么来看这名美国投手哦，就是一开局他现在这样的一个表现，不管是可能速度啦，或者说整个控球的评估哦，通常这样会怎么样对我们的打者来做提醒？其实以目前开赛到现在，美国投手还是以直球居多啦，但是他的好坏球其实差别蛮大的，是，所以其实，在选手上面，其实就是叫他们去耐心的选球，对。那如果直球进来，好球带的话，可以积极做攻击。对，等于应该就是锁定一个球种哦，直球为主，然后正确的判断进垒的位置哦，这样增加自己有效击球的这个阿达里的几率啦。哇，这个球比较偏外侧的球哦，距离右打者来讲的话比较远。那打者这边是去追打，最后也没有办法去掌握到这颗球。挥棒落空，第一局的2个出局数哦，都是由投手个人的一个三振所缔造出来的。2出局，接下来轮到上场的打者是第4棒的林伯逊。那要特别讲一下林伯逊选手，是，因为他在昨天墨西哥，昨天对战墨西哥的开幕战来说，他3个打数打出了2支3垒安打，然后有1次的保送，所以其实是在这一次赛会上是比较看重的一位选手。因为他在不管守备或者是说打击上面，对球队都有很大的贡献。对，这个守备位置是先发游击手，重要的中线球员啊。二垒的跑者的一个离垒距离哦，也有稍微去影响到投手，这也牵动着这个二垒手，他要比较往二垒垒包这边来靠近。哇，这一球捕手第一时间没有接到之后，补传一垒手是踩在垒包上，踏住了这个垒包哦，所以没有问题。3人出局，让中华队留下2垒的残垒，暂时以1分落后给美国队。
回到比赛现场，第一届世界杯听障棒球锦标赛第2天的赛程，中华队也是在继昨天开幕战之后来进行第2场比赛。那昨天旗开得胜之后，今天一样是面对美洲的一个球队那目前开局，第一局是美国队来先持得点得到分数，不过先发投手黄佑文的球，其实在第一局很明显的美国队的一个强力攻击来讲的话，反而他很特别的这个刘教练有介绍到的这种蝴蝶球，也就是弹指球并没有那么好掌握哇，看起来也都是让美国队的一些打者抓不好击球点，频频挥空啊。因为就像主播讲的，今天我们也是特别提早到场，是对，就是看一下、观察一下美国队他们在攻击方面的策略。那他们在对韩国队的快速球其实都打得还不错，是，就是都是以3游方向的强劲滚地球为主。他们挥棒速度快跟他你说速球派的跟他硬碰硬其实反倒可能那个节奏，他们timing对的反而比较好。没错没错，所以教练团就特别用就是控球跟比较准确度跟变化大一点投手来面对他们。准，这个看着球轻飘飘的这样子，慢慢真的跟蝴蝶一样飞进来打着江神是莫可奈何，他停在那边，以为说球不知道会不会掉下来但其实刚刚透过慢动作重播，其实球是有经过好球带。对，没错，完全的有进到好球带，高度也没有任何的问题而且这个黄佑文的变化球，他的一个控制力，就是除了弹指球以外应该刚刚这个是一个旋转系的变化球，也控得非常好刚这颗应该是滑球。滑球，对，没错。所以变成美国队的打者现在知道他变化球为主，但在变化球的选择上，也还是要面临2选1甚至3选1的情况好，这个变化球一样掌握的不够好，打出去的球不够强劲，那一手就好处理啦。2垒手接到以后收起来传向1垒没有问题。那这一次的赛会第一届的世界杯听障棒球锦标赛，除了这个地主中华队以外另外就是2支亚洲的球队，日本跟韩国，那2支美洲的球队，美国跟墨西哥，所以总共5队来参赛那其实这一届的锦标赛来说，其实在疫情前就已经有在筹备了，对，但是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延宕了好几年。哇，这个小飞球也没有问题，打者因为没有确实掌握击球的关系野手在这一颗球来讲的话，刚好打在他的身边附近，把它收下来，3上3下，黄佑文精彩的一个投球半局。
吗？对，那边。BNC 跟什么？哦，好好，往那边丢就好了嘛，对不对？好。回到第一届世界杯听障棒球锦标赛的现场，那前个半局我们的讲评刘嘉诚教练有提到其实这个赛会在疫情恢复后来举办大家都蛮期待，也都参与度就等于说很积极啦。那也请刘教练就是延续上一个半局我们提到的这个话题就是说其实本来疫情前就有准备那听障棒球可能在世界各队来参与的一些过去的一些小故事或历史了。在筹备这个锦标赛那时候，在疫情前，其实在联系上面，包括跟各国的听障的协会啊，或者是说单位做联系，其实大家都讨论了好长一段时间。那本来在疫情那时候已经确定是年底举办，因为我记得在台湾疫情爆发是2020的农历年过后，大概3月份左右。对。那其实本来是在那一年的10月、11月的时候要在台湾举办。对，当初预定的场地其实是在台东。对，因为那边就是环境也漂亮，然后就让国外的选手来这边也可以去不一样的地方。对。那很可惜，就因为遇到疫情。是。那但是这个计划我们还是一直没有放弃，还是都是持续跟国外的球队联系啊、讨论。对，只是在针对，因为棒球运动是一个很大的团体运动，没错。所以在来台湾的人数上面，各国其实都有面临到一些经费上的问题。是。因为包括像欧美国家的机票，对，其实都旅相当贵。没错。对。那其实也是大家这几年一直在跟各国的企业去就是谈赞助啊，或者是说一些私人的赞助这样。对，其实大家都不管是台湾或者是各个球队，其实都蛮辛苦的，针对这次的赛会。对，所以这个比赛能够成功举办大家顺利成行的话真的大家也乐观其成了好，那这一局首名上来的打者谢云珍这边最后是击出一个三游间软弱的滚地球，三垒手是抢在前面来把它给拦截下来，并且准确的传向一垒，来制造第一个出局那你这次赛会其实就是参赛的5个国家嘛，其实很辛苦的。其实我们觉得是墨西哥，因为他们要经过2次的转机才能够到台湾。是。对，那先前他们的罗培兹领队，对，我们在去年有开一个国际领队会议，那他们的各国的领队都有来台湾。对，他就一个人只身自己从墨西哥，然后飞了2个国家转机过来台湾。其实那时候都觉得，其实蛮感动的，因为对于他们听障的选手或者是说朋友来说，他们在生活上其实很多的不易，对，但是他们从这么远的国家这样只身过来，其实我们对他们感到敬佩。对，这个应该是说都很令人钦佩啦，就是说选手对这个运动的坚持跟付出那再来就是说，其实各队都有这种行政人员，或者说像教练刚刚所提到的这个在后勤啊、赞助啦、资源各方面的，那能够让球队有这个一个很好的一个等于架构啦，然后并且能够来参赛这样子讲到这个听障棒球队的话，现在这个总教练邓志伟过去他的故事也是很激励人心的并且都还是这个
有打到我们这个像中华职棒哦，台湾最高层级的比赛，然后是一军的这种强打者哦。对，其实当初因为之前我们的听障队其实是我和一名陈教练，我们虽然没有受过很专业的那个棒球的训练，但是以我们打球的经验去传授给他们，然后或者是透过我们自己的人际关系去给他们一些在练球上面的补助啊，或是购买一些器材。对。那当初在筹组这个中华听障队的时候，我们邀请了邓志伟邓总教练来。那其实我们跟他谈的时候，他也是二话不说，因为他也能感同身受到这些听障朋友的困难。没错，是。对。那包括说。他找了他的好朋友，像我们的郭俊伟，郭教练，因为以前的统一狮的队友，还有陈家伟陈副总教练，然后还有我们的投手教练林成化林副总教练，对他们其实都是很二话不说的，愿意来帮助他们。没错，对，所以在培训的过程中，有看到说我们的选手有在练习上面有越来越认真，因为毕竟能够请到，也不是说请到，邀请到职业级的，对，就是明星的球员来。教导他们其实也是心存感激，没错，就是要从他们身上学到一些不一样的球技。这个等于是刘教练当初慢慢这个球队基石建立之后，然后再借由这些有职棒经验的教练让他们这个进步的幅度就越来越快这样子哇！不过今天碰到美国队第2场比赛他们安排了这位先发投手的球。这看起来一时半刻也不好做突破刚刚是投出了他在本场比赛应该是第3个3振第4个第一局在3个出局数都是3振拿下那在第2局一个滚地球出局之后，又接着一个3振目前2局4 K。因为其实在看欧美国家的球队，他们还是维持着他们比较刚硬的性格，他们就勇于去挑战你。对。那可能因为亚洲球队，像听障朋友他们，对于球速方面，对于这么快速的直球来说，他们可能还不是那么适应。对，这个美洲球队就很明显的感觉直球对决啦。所以在适应上面会需要花一点时间，那也希望选手可以尽快调整过来。这球挥空，不过捕手是漏到后面去，再补传一垒看看有没有。哇哟，这球一垒手厉害了，传的位置其实没有很好，但是他把他拦下来就没有不死3振啦。那这一局这个投手这边是创造了一个3上3下，中华队暂时1分落后。好，回到第1届世界杯听障棒球锦标赛的比赛现场，比赛目前进行到3局上半。那这一场由美国队1日2战双重赛。那第2场比赛对上地主中华队的比赛，
现在暂时是美国队1分微幅的领先。那美国队这一局要来上场的打者是第9棒 Greenstar。那中华队的先发投手黄佑文，其实今天的好球率掌握的不错，特别是变化球的好球率其实是很高的哦。哇，这球有机会吗？哇，最后是在这个左外野手、三垒手、游击手后方的这一个三不管地带落地哦，但是是一颗界外球。这个我们前一个半局才讲到，我们这个中华队的教练团都是还蛮有经验的哦。果然比赛的小插曲，因为转播的地方就在记录组的旁边呐。好，先看场上状况，三垒方向滚地球，三垒手接到之后，一个弹跳过来，哇，可惜最后球没有完全掌握到，而且是不是脚已经脱离垒包了？这个出局数并没有办法给拿到。好，接没有问题哦，那可能是不是传的时候稍有球漏掉了啊？球漏掉了，脚是还在垒包上的哦，所以如果球有掌握起来的话，对，听得出来教练也觉得很可惜的，很可惜，很可惜。对，那刚刚在讲的那个小插曲，就是中华队的这个林承化教练哦，应该有注意到美国队的那个攻守名单哦，在写。好像有点笔误啦。那我们赛前是知道说他有来跟大会这边特别做说明哦，就是那个顺序，因为他是连续2场比赛，所以也是还蛮仓促的哦。那写的过程当中就也不希望再改了。这个小飞球直接接杀之后传向一垒这边啊，踩垒包就好了。对。哦，这个不用触杀了啦哦。是，这应该是有一个战术搭配的关系，跑着跑出去了哦，那就是一个双杀的守备了。哦，这个前面教练才提到哦，真的游击手是蛮重要的，中华队的一个算是攻守核心呐。哇，这个时候这个出现这种，刚第一球应该不是安打了，否则会出现这种夹着双杀的这种所谓安打三明治哦。那不管怎么说，这个安打出现的时候是垒包上无人的状态哦。其实这一局看到美国队的进攻，他们针对黄友文投手的变化球，其实掌握度越来越好。对，好像有在逐渐适应的感觉啦。那刚刚所提到，就是有发现到对方的这个攻守名单写的可能有一些，是不是有一些状况，就来跟记录组这边做确认了。那确认是只是笔误的问题之后就大概了解了。那这也代表说，像这个比赛的细节，其实中华队教练团还蛮有经验的。因为如果是真的写错的话，那会有那个错位击球的问题啊。万一有一些上垒什么的话，这个可以争取为出局的哦。哇，这边一垒的跑者又做了启动哦，成功的跑上2垒了。那教练刚刚所提到，一般如果有发现说，到了，因为这已经是第2轮的攻击哦，黄友文的球速不是那么快，打者慢慢有掌握之后，会怎么提醒投捕手做一些改变或搭配？哇，这一球界外，哇还好。其实因为针对黄友文投手的在控制上面，其实在现在也是都没有什么问题。是，但是可能在他们对于变化球的积极攻击的话，可以再多配一些引诱系高一点，对，不要投到好球带的球，是，对，让他们挥空率提高。是。
转弱的球，看看游击手了。哇，这球可惜。这个球也可以考虑哦，就是如果觉得传一垒已经来不及的话，因为本来不用出手的话，这个失误没有发生，没有漏到后面去哦，第一时间不会再掉分数的哦，这比较可惜。因为这球反而是因为打不扎实要趋前处理哦，才会造成这种行进间跑接传来不及的状况。那因为这个失误发生，游击手有做传球，球也漏到一垒垒包的后方，所以原本的打者龙这边也上到了二垒。这局美国队的一个打者进攻的状况，就如同刘家人所提到的哦，那针对变化球的一个似乎进垒轨迹的掌握哦。这个阿达里有掌握了越来越好的趋势。哇，这一球在因为山游间比较深的位置哦，传过来已经来不及以外哦。也是因为2出局的关系，二垒跑者的一个跑法等于就是无论如何他不管你有没有冲，他就是跟你赌了，所以直接绕过3垒垒包哦，往本垒来做一个拼抢。但这其实看重播来说，他已经打到游击很深远的位置，其实这一球可以不用传一垒，也可以，就等于连续2颗球哦，他变成说不传一垒，他刚刚可以观察一下是不是你反而绕过3垒这边的话，会在3垒跟本垒这边有机会来加杀，对。所以像这个比赛细节，我想应该结束过后，这些比赛经验应该教练团这边也都会跟游击手这边来做一些分享跟提醒的哦。是。所以教练团上来也问一下投手的一个状况。我想教练团这边也了解，其实投手的状况没有很差或连续的坏球等等不好的一个问题哦。这等于是一些手背的小细节，如果处理得更好的话，就可以帮助到投手更多了。对，可能是因为刚刚手背上有一些小瑕疵，那投手教练上去跟投手安补一下。没错。而且美国队在发现到投手变化球的使用比例比较高的情况底下，也频频利用这个抓变化球来启动盗垒这样的一个时机哦。今天掌握到盗垒成功的几率还蛮高的哦。上了2垒之后，继续往3垒来挑战哦，连续2次的盗垒都成功。打击区上的打者 Roscoe 前一次打击是列方向的一个滚地球，当时一垒手边线球把他的杆接下来之后自踩垒包。又是游击区的滚地球，触杀没有问题，球也都还在手套内哦。3人出局结束这个半局，美国队的进攻。不过美国队在这个半局掌握了比较好的一个投手的球，有一些适时安打串联哦。来追加2分，目前以3-0暂时维持领先。
第一届世界杯听障棒球锦标赛第2天的赛程第3站最后一场比赛哦，由1日2战的美国队对上地主中华队哦。目前3局下半，比赛来到3局下半，3分落后的中华队哦，试图来寻求反攻。那中华队这一局要来担任首棒的打者是林正雄。这球打到中间方向，中安也还在退，哇，最后还是被他给追到了哦。这个球应该是中华队在第1轮来讲哦，算是掌握的不错的一颗击球了。没错，其实这球打得很好。对，在美国队的外手在判断这个飞球也判断的蛮准确。是。一出局之后，中华队第9棒黄诗凯在这个时候来上场做打击。黄世凯在第一个队友出局之后，做了不错的选球，连看了4颗坏球，替球队来制造了一个攻势的开端。继第1局郭瑞仁上垒之后，中华队再有跑者上垒了，而且这个第9棒上垒之后，有机会就是轮到我们讲攻击能力比较强的前段棒次了。因为现在是轮到中华队第2轮的打击，对，那希望球员在对他的掌握度上面能够提升，在这一局追一点分数。是。那这个时候中华队的教练邓志伟有上来哦，似乎要针对场上的球员哦，会有一些人员上面的更换。应该是要换一垒的，换代跑，换代跑，因为黄诗凯是捕手啦哦。那因为现在像刚主播讲的，现在中华队要轮到前面棒次的攻击，是。那可在教练团上面现在有上垒者，那能够说积极的去抢垒包的推进，是，然后为中华队攻下分数。对，比赛还不到一半哦，比赛前段能先缩小落后的差距。大概用这样的一个想法来作战，然后，对，刚刚看的话，一垒上换上的应该是背号1号。1号的话是这个叶伟良，是。那叶伟良他在球队上的脚程也是算数1数2的球员，是。所以这个代跑一换之后，其实美国队也知道中华队这边的想法，再加上这个跟前一场他们面对韩国队比赛的过程哦，内容大概差蛮多的，领先的分数差距是不一样的，所以中间也做了几次的牵制哦。可是这局在看美国队投手，其实在控球上面不知道有受一点影响，有受一点，是因为气温也越来骤降，越来越骤降。另外就是是不是他在垒上有人的时候，固定式投球的一个稳定度哦，还是跟垒上无人的时候会多多少少差别。对。
这个球其实 timing 掌握的还不错哦。投手这边是要用速球来做一个对决，不过这个打者这边是击成一个本垒正后方的擦棒界外球。这球偏低偏内侧，捕手稍微有做挡球的动作，然后接捕到球之后，也对垒包上的一个跑者来做观察。不，一垒上的跑者并没有离垒出去太远。又是一个本垒后方的擦棒界外球，球数维持不变。3局下半0-3落后的中华队，一出局一垒有人的局面底下，投打对决球数目前是满球数。那一般打者在这个时候就尽可能去维持缠斗。那如果可以有正确的判断哦，选到4坏球保送的话，对延续攻势也是很好的帮助了。哦，选到了。哇，那这个保送出现就代表着刚刚刘教练所提到的哦，中华队前段棒次的进攻哦，这个时候追平分直接要上来打击喽。但现在中华队打者不能太急，因为现在美国队投手的控球状况没错没错，这个正要讲哦，其实前一场比赛。美国队当时大比分领先情况哦，他们换投以后也曾经出现过那种单局非常多的40球的一个状态哦。那有时候就是选手要透过教练在旁边的提醒啊，因为选手有这个得分呛死的情况底下哦，往往都会想要建功哦，有时候会不小心的就这个变得太积极哦。这种时候最怕出现这个双杀打。没错没错。早上这个墨西哥跟日本那一场比赛哦，哇，日本就是靠双杀，靠很稳定、很坚强的内野守备哦，来收下比赛胜利。中华队在比赛前半很好的一次攻击机会哦，郭瑞仁的打击。喂。哦，这边这里的捕手哦，在挡到这个一弹跳球之后哦，是往3垒来做传球，因为2垒的跑者有往3垒这边来做启动哦。那跑者是采取一个前扑式的一个进垒，那3垒审的一个宣判是出局，但这边中华队的一个3垒指导教练哦，有跟总教练这边来示意说，是不是有这个要看哦？规则上是不是有这个可以来做这个电视辅助判决的挑战？那这边大会要来确认一下哦。好，那这个挑战的结果出来了哦，最后的结果哦是，中华队2垒往3垒的一个跑者哦，其实是先进入到垒包这边的，哦，所以是做改判，那这边就变成是一个安全的上垒了哦。那这个改判对中华队现在要追分的局势来讲的话哦，当然是比较好的啦，哦，变成说。美国队出局没有拿到，那中华队是变成2分在得点圈的一个机会，就看看郭瑞仁能不能有一个适时的1棒安打，这边也逼使美国队的一个内野守备哦做了100%的居前哦。
好，这个弹跳球，二垒手要往后接球，那中华队就要得分了。哦，这个配合弹跳、高弹跳的处理，你没有往前，只往后的话，又是右半边滚地球，基本上三垒的跑者回来得分是没有太大的问题的。那其实这球美国队在处理已经是处理到算是第一选择了。对，没错。这个因为你有时候往前接哦，一没接到，可能弹跳算不好，对，漏接，搞不好连二垒那分都还要掉。没错没错。高瑞祥的打击，这个时候在刚刚郭瑞仁的二垒滚地球，不但是有制造打点，同时也让二垒的队友在2出局的情况来继续到3垒界内。哇，这个球打得强劲，直接穿越一垒手跟一垒垒包之间。那个时候打者要来抢进二垒，安全上垒，二垒审的宣判哦，这是一支二垒安打。中华队在这一局一个关键的电视辅助判决挑战成功之后，把站上2、3垒的2名跑者都打回来。那当然，这个时候换换美国这边要看二垒这边的一个触杀是不是有抓到这个急跑员因为有抓到的话分数掉没关系，但至少能够让失血这个第3个出局拿到。那这边就要等这个电视辅助判决的结果啦。所以这个半局分数已经追进到1分，但两边你看兵家必争各提出了一次挑战。我不管挑战的结果高瑞祥刚刚这球真的打得漂亮了。安排拍谁？其实辅助判决，他们教练不能来看呢，应该是裁判组看了啊。对啊。好，那在这个二垒安打出现之后，并且是安全的进站二垒，也维持原判。中华队是直接有在这一局就把比分追平的机会好，来看看教练前面所提到的中华队昨天打击表现非常好的打者林伯勋在这个关键时刻的一个攻击这个右半边方向的界外球最后是出了球场。那其实国体大这个球场的本垒后方跟这个1、3垒的界外区那个距离腹地算还蛮大的，所以有时候这个界外的飞球出现，看到野手不放弃一直追的话可能都会有机会这个盗垒的timing命抓得很好。我们刚刚透过镜头其实很清楚看到完全抓到，完全抓到了，对，所以这个捕手即使他投的是一个很好的球，捕手有接好的话，应该传也来不及。这个他启动前已经先跑了2、3步了，再加上其实又是一个投在比较不好接的外角低的位置因为现在应该是因为2出局的关系，所以投手其实很专注在打者身上。没错，没错。当然，对中华队来讲，现在3垒这位跑者是追平分。是。偏高的速球并没有掉到林伯勋这个时候林伯勋相当冷静让自己的一个球速跟投手对决到2好3坏。其实一般2好3坏跟2好2坏的比较2好3坏我们会讲说
那个投打的天平就会稍微倒向打者这边了哦。没错。如果你不想保送打者的话，哦，接下来这个球对决，哦，连续2颗高球选得很精彩啦。那林伯勋在这个时候选到室外保送上垒哦。当然，美国队的投手对这一个球连续2颗球都高度上面哦，没有办法获得青睐，肢体动作上很明显哦，是感到很失望。但这球已经到肩膀了，这个看侧面最清楚。哦，这个好啦，回去这个回去美国队晚上再看一下重播，可能心情会好一点。真的是坏球啦。其实今天对这场的主审的好球赛，其实看到第3局下半了，基本上是没什么太大的问题，蛮固定的，是。谢云真的打击2出局1-3垒有人的状态，中华队在第3局下半哦，原本3分的落后，已经追进到只剩下1分了，目前3-2。好，李明训从1垒往2垒做盗垒的一个发动，不过这球打者应该觉得是可以攻击的球，所以也有出棒，形成一个本垒后方。应该教练团有下战术，对，很可惜打击没有达到常配。哦，这球是一个本垒区附近的插棒界外球。不过看到连续2颗球，其实1垒上的林伯勋哦都有发动这个往2垒的一个推进哦。看了这2颗球，应该教练团下的应该会是双盗垒或是打带跑。对，没错。这个应该就是刚好1垒上的跑者哦，跟打击去打者他们那个能力哦，跑的速度也好，然后击球率也好，都是成功率高的。那中华队教练就有那个想法说，希望能不能在这一局哦，一举就将比分追平，甚至超前呢？这球连续2次的一个启动之后，我相信美国队的教练团或者说捕手这边也观察到，所以是不是有下达暗号给投手这边哦？所以刚刚一个快速往1垒的牵制啊，让林伯勋扑回1垒哦，扑到头盔都掉哦，这个离垒距离很大，继续走，这个没有接到，那要得分了。啊，再传1垒就没有，而且林伯勋一个积极的跑垒哦，他是连赶了2个垒包上到3垒，哇！中华队在3局下半这一波攻势哦，一举把比分给追平了。所以不仅仅是美国队哦，针对我们的投手黄永文，好像球路逐渐适应哦。其实中华队在面对球速比较快的美国队投手来说的话哦，也如同刘教练所说的哦，其实中华队适应的也蛮不错的，也找到方法了。所以这一局很快的有突破，并且在这个当下就把比分给追平了。因为其实，在前一个谢云真的打击上面，他对于直球都没有挥空。对，那表示他们在直球的掌握度上已经越来越好了。是。那中华队在3局下半把比分追平之后，目前2出局仍旧维持着1-3垒有人的一个状态。那轮到打击的是今天担任指定打击的张仲辉。前一次打击他是遭到投手的3振。哦，这边是果然发动了一个双盗垒。那这个
捕手的球一传过投手之后哦，三垒的跑者林伯勋他的一个反应跟判断是相当快而且正确的哦，所以直接来抢到本垒这边哦，一举在这一局啊造成一个4分大局的逆转了。我们看汉曼动作的镜头。好，那当然这边捕手的一个传球是2游，由2垒手切比较短的位置要进行一个 cut off play 哦，但一旦你没有接到哦，让它漏到后面去的话，三垒这分就是要掉了。其实美国队刚在处理这个双盗垒的战术，其实做的有到位，只是在捕手的传球有偏差的情况下，没有确实接球。对，这个传的如果在直线上的话哦。被 cut 起来的话，还不一定这个林伯勋跑得回来哦。而且这一局的中华队打者，就像刘教练所提到的。这个挥空率减少了，然后可以不断的跟投手的球维持缠斗，我想这个会给投手带来很大的一个压力啊。好，这个一垒方向的滚地球，一垒手是移到正面来，用身体把它挡下来之后，自踩垒包没有问题。不过中华队在3局下半的一波攻势哦。一举得到4分，把原本3分的落后给反超前，成为1分的领先，4比3。第1届世界杯听障棒球锦标赛第2天赛程的第3场比赛哦，地主中华队在3局下半的一波猛攻哦，4分的大局，一举把原本3分的落后给超前。那当然前一个半局蛮关键的，就是在上垒之后的一个重要代跑叶维良，那有代跑更换，也代表这一局有一些守备的异动。
好，这一球美国队打者是打第一球，有一手接到之后，哇，这个才讲到手背的异动哦，因为中华队这边是做了一个2562的一个手背位置的一个更换，也就是叶维良他来担任三垒手，然后原本的三垒手高瑞祥来到游击哦，那林伯逊来担任捕手啊。这个球还是跟前面美国队有一次上垒很像哦，就是打得软弱要趋前哦，这个反倒有时候这种球不好处理啦。因为其实刚那一球在游击手移动的距离也其实蛮大，因为它是刚好打在二垒方向的位置，没错没错。对，然后又是一个软弱的飞球，对，所以在脚步移动上，然后跟时间拉长之后，其实在有守备员在要接球、要传球的时候，会有相当时间上面的压迫。对，这个会在处理上面会比较不好。棒球很有趣的地方哦，有时候守备哦打得强的都不怕，然后打击哦打得强的都会出局，哎，打鸟鸟的哎反而打到洞里面了，这真的还蛮好玩的。这场比赛到比赛中后段开始哦，这个又秀出了昨天像这个中华队跟墨西哥比赛那种双方好像你来我往的味道了哦，比赛分数都会追得咬得蛮近的哦。不过今天的对手美国队来讲的话，整体的一个攻击的 power 是来的要更强一点。所以，如果中华队想要掌握这场比赛的话，就是守备端要能够更稳定，而且等一下在进攻端看有没有办法再继续去扩大比数的领先呢？没错，因为现在已经进到比赛的中半段，是，对，在还有时间上面的限制的话，在大家攻击层面，如果能再多得几分，对球队都会比较有帮助。没错。黄佑文现在当然有这个左投的优势哦，打成飞球，你又提前起跑，看看是不是接到以后传一垒这边来完成双杀。哇，慢了一点点，不过没有关系，先稳稳的接到这个出局数就对了哦。哇，这个美国队这边算逃过一劫啦。这个打跑战术哦，最怕打成飞球。没错，而且主要在以守备端来讲的话，确实把该出局的出局数有抓到。没错，对球队就是有帮助。这个而且刚还好，我看这个重播画面，跑者是没有说踩过二垒垒包，还绕到三垒。这有的他踩过之后，你要再踩一次再回来，你不能切西瓜。切西瓜的话，促请裁决就一样出局了。那其实在这一局，美国队在垒上的策略来说，也是一样积极的去进攻垒包。没错。哇，这个说着说着，果然又发动盗垒了。所以刚前面才会讲到说，这个时候其实变成说落后方是美国，他们应该会比较紧张一点。那我们是有左投手的优势哦，有点耐心看管的话，其实今天前面有一次曾经有抓到对方的离垒，只是当时那个夹杀没有完成而已哦。那刚刚原本在一垒上的 Johnson 哦，也借由再次的挑战盗垒哦，成功的来抢占二垒的得点圈。哇，这个球投得非常准哦。投手黄佑文这边跟打者 Kushmider 的一个对决球数，现在来到2好2坏。
那这边可以比较注意的是哦，其实他今天有蛮多滚地球是制造在左边这里的哦。那前面刘教练有提到，有时候可以注意一下说，垒包上的跑，哇，这个球偏内侧，结果是直接砸在了打者的脚上哦，哇，那这就比较可惜了。没错，因为刚刚其实在以投手来讲，球速是领先。对。我有时候在这种时候，通常教练或队友间的一个提醒哦，教练比较鼓励的想法是说，因为刚刚一垒垒包是空着哦，反倒现在这样子塞满上去之后，垒包变成全部是封杀状态哦，就看看有没有滚地球适时的配合出现。就在看中华队的配球上面有没有办法制造双杀守备。是。好，这个时候中华队的教练这边是喊了一下暂停哦，因为1分的比数差距哦，这个林承花教练应该很有经验呐，这个是关键时刻有时候除了让投手的一个节奏稍缓一下，也故意这样子借由这个暂停哦，会中断对方这种反攻的一个气势。对，而且因为刚刚是在触身球之后，没错。然后教练团应该想说上去安抚一下投手，顺便给守备球员，然后来一些提点，对，让他们注意一下垒上的跑者。没错，这个有一个关键就是刚刚前面所提到的哦，如果再有这种左半边的滚地球哦，往一垒的传球距离是长的，但有时候可以去观察说，是不是垒间的2垒或3垒哦，有比较近距离的传球机会，有机会拿到出局数，或者说跑者有这种所谓的 overrun 这样的一个情况。好，暂停过后，教练连同这个翻译老师退场，那选手也都回到自己的一个守备站位了。那有时候因为现在是1、2垒有人的状态哦，有时候在一般比赛哦，更高层级的比赛里面，这种暂停过后，其实2垒跑者也要特别小心。没错，因为有时候你不知道对方是不是他真正的目的是在宣达这个投手跟2游配合牵制的指令呐。因为其实以2垒跑者，他的离垒距离都蛮大的。对，这个2游配合的够好，一个瞬间进去哦，搞不好就抓到哎呦气跑了，哇，这个比较可惜了。我觉得这一局就是黄佑文在投球的过程当中，有时候去忽略到说，其实他可以发挥自己牵制的一个优势。是。哇，这球被打穿了。这球因为打穿，但3垒是一定回来得分哦。然后原本2垒的跑者，他要确定这个球有打穿哦，毕竟是左半边的滚地球才做起跑，所以他就暂时停留在3垒这边。中华队的领先时间没有太久，在4局上半，在比数上面哦，很快的又被美国队给追平，来到4-4。那现在中华队的邓总教练上来，应该是要更换投手。是。因为也是一个蛮合理的换投时机哦，等于美国队在2轮的攻击过后，其实从第2轮开始我们的讲评刘教练就有提到说，美国队打者面对黄佑文的一个球掌握度也越来越好。那你如果第3轮的话，现在又刚好是第1棒的开端哦，是会比较危险。那加上又是平手的局面了。现在换上的是原本在中外野的9号郭瑞仁，是。那他在昨天对墨西哥的比赛也有出赛投球，对，那看他可不可以复制一下昨天的表现。一样是换左投哦，然
后这个应该是比较年轻的，速度上来讲的话，应该是跟这个黄佑文是不同类型的投手了哦。那投手退场的过程当中哦，守备位置上是中外野手跟投手互换，那把这个可以担任外野手的背号25号的游松岭哦，给叫上来接替中外野的防守任务。对，第一个。那中华队这边是取消这个指定打击，然后外野的话，除了刚刚讲的中外野哦，其实左外野手也有做跟动，就是做所谓的这个7817的一个1781的一个守备对调。这个是25号。那就来看看紧急接替的郭瑞仁哦，他是在场上直接调上来的选手啊，有没有办法来试试化解这个一出局1-3内有人的一个危机了？所以郭瑞仁应该算是那种热身蛮快的这样类型的选手。对，因为他应该在外也有先准备了。是。因为这种天气，其实大家身体都会冷蛮快的。哦，看起来真的是蛮不错的哦，而且应该是我觉得教练应该是有做好盘算的，就这一局如果有遇到一些状况的话哦，啊，不要让黄佑文再来面对美国队的第3轮。应该说，在赛前，我们教练团都会讨论出很多不同的状况，沙盘推演，对，而去做选手的更换。没错。那美国队这边的话哦，是做了有一点类似这个 delay steal 这样子的一个，等于是投手出手之后哦，一垒的跑者哦，借由3垒的一个队友的掩护哦，往2垒来做推进，所以捕手最后也没有做传球。那就形成这个2-3垒有人的局面。当然，在这个时候平手的状态底下，中华队不想要再掉分，所以内野也做了一个区前防守了。那郭瑞仁的球速是明显比较快的哦。那当然，相较刚好前一任也是左投手的一个队友来讲的话哦，美国队突然间要适应这样的一个速度哦，也会有落差，攻击上也会有难度哦。所以像这个擦棒球就蛮明显有那种出棒不及的这样的感觉啦。对，因为毕竟前2轮打的都是比较慢一点的变化球，在现在目前针对快速球来说，他们可能还是要有1-2球的适应。是，对，那可能在适应的过程，右半边的球会比较多一点。哇，这个球稍高一点点，可惜了。这时候场边中华队教练是有针对场上的一个球员哦，看起来是提醒2游的一个站位，
稍微靠二垒垒包一些哦，这个应该也都还是要以这种抓双杀为主这样的一个想法哦。对，因为目前是1人出局满垒，那希望是能够一次抓下2个出局。没错，没错。就看滚地球出现的位置哦。如果是投手1、3垒的一个正面的话，会选择传本垒1垒这样的一个双杀。正中的一个速球进来哦，球棒没有跟上。投手这边是取得2好1坏的投手球数领先优势。打击区的杠今天前面的2次打席哦，一次安打，另外一次就是内野滚地球，而且就是在中线的位置哦。哦，这个变化球，哇！比较偏外侧一点。对，其实位置还蛮不错的哦。打者有办法忍住也不简单。哦，挥棒落空，重要的3振出来。哦，国瑞人紧急登板哦，果然有发挥他的一个压制力啊。这个变化球投的精彩。满垒危机底下哦，先抓到第2个出局数哦，再守1个出局哦，可以暂时把分数给 hold 住在这边。这个内角球也塞得很准哦，感觉他的热身速度真的还蛮快的哦，还蛮快的。对，几颗球之后哦，不仅变化球、速球的一个球质来讲，现场也感觉到相当的不错哦。可是因为在年轻投手在比赛上面节奏的自己本身的调整上面，会比一些比较年长的球员来说会比较好一点。是。这片外侧的球，最后球是在右边哦，不过也飞出了球场。但这边投手是拿到了2好1坏的领先优势。对，看看会不会跟前一个打席一样哦，最后用一个变化球来做引诱。好，这边美国队打者也蛮有经验的哦，看到投捕手的一个沟通暗号时间比较久，直接要求一个暂停，退出打击区，重新整理一下，再回到打击区里面来跟投手做对决。哦，这个球出手的时候稍微有点开掉哦。2好2坏。4局上半，美国队的进攻把3局下被中华队1局超前的比数先追平之后，现在维持这个2出局满垒的一个得分攻势。哇，这球还是选得很仔细，还是偏外角哦。好，相当关键的一球，全满了。那现在垒上跑者应该是会启动。哇，这个球可惜了哦，连续3颗球，感觉应该是国人这边在放球点的一个调整上面哦，可能要再抓的前面一点点哦。是，这几颗球就有机会出现好球了哦。这个保送的出现也让中华队的短暂领先哦，被美国队给要了回去啊。
好，这个时候游击手进到二垒垒包，有一个投手转身的一个配合哦，没有真的把球传出去，但有起到这种吓阻的作用。因为现在是在满垒的状况，然后二垒的跑者又一样离垒是稍微大了一点。是，对，因为中华队刚一个假牵制是想要为了说，假设这一球被打出安打，那至少二垒这一分不会再回来。没错，对，这个减少伤害的概念呢、哦，这个外角球就蛮准的、哦。那郭瑞仁这边其实调整的也蛮快的，因为他刚上一个打席的最后3颗球其实都是很偏右打者的外角。对。哦，这个变化球准，主审把他给拉掉了。那这样子，美国队就留下满垒的残垒哦。不过这一个半局哦，美国队也还是有攻势哦，在原本1分的落后，攻下2分哦，再把比分给领先给要了回去，形成5-4。回到比赛现场，前个半局失掉2分的中华队哦，又变成1分的落后。那在这个半局的一个进攻哦，率先登场的打者是派上代打背号18号的刘盈利。但随着比赛的进行哦，因为前面有提到过，就是2个半小时的比赛时间哦。跟7局其实它是有限制的，所以在这边刚攻守交换的局间哦，2队的教练也都来再次跟技术组确认哦，比赛所剩余的时间呐。那现在轮到这个刘盈利选手，我要特别介绍一下他，他是我们中华民国棒垒球协会前任理事长，也是这个第1届世界杯听障棒球锦标赛的推动者。是，对，那因为他是在他任内我们所拟定出来的计划。是。这个，所以现在就是叫理事长出来打。前理事长。对。哦，但理事长现在如果打安打的话就很强了。那因为其实他在我们赛前集训的那段时间，其实在训练上面脚有点受伤，所以在我们教练团选择就是派他上场的时间有
斟酌了一下。对对，因为怕不管说这个伤会影响到这个赛季还是以后，我们是怕他未来可能在打球上面可能都有影响。这个还是希望参与这个运动可以持续啦哦。不对，过这球打出去，这个二垒手的传球差一点点让中华队就有机会在无人出局的情况上垒，不过一垒手把他给补救回来了。我这个代打其实有把球打进场内哦，并且挑战中线这边哦，基本上还是算很成功的啦，也制造了美国队这边守备上的一个心理压力。4局下半1分落后的中华队哦，这个时候要轮到上场打击的是第8棒的林正雄。今天前面一次是中外野的飞球出局。在上一个打席那个中外野飞球是击球点是击球的很好，没错，只是在外野手没有记错的话，那个是在第1轮中华队的攻击当中哦最扎实的一颗球。中华队的打者在第3局哦那一波的攻势开始哦，其实都做到蛮仔细的一个选球哦，一直到持续到这一局也还是一样。哇，这个球可惜了投手当然也没话讲啦哈，几颗外角球没有办法获得裁判的青睐之后，往内角做调整哦，这球真的够准。美国队这个先发投手到现在，其实在控球上都还是一样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的。如果稍微有投的开一点之后，他又可以马上的调整回来。没错。而且因为球的基本速度哦有一定的水准，所以你要有效这个连续的串联哦，真的不是每一轮都能够那么容易哦。投手没有接到之后，后面有几手补上来之后传向一点也很准确啊。这个半局美国队投手演出这场比赛第2度的一个3上3下，所以依旧把他们维持的1分领先哦给 hold 住了。
回到比赛现场，第一届世界杯听障棒球锦标赛，在第二天赛程林口国体大棒球场所进行的是中华队对美国队的比赛。那比赛来到5局上半，美国队的一个进攻，目前美国队是5比41分的领先。中华队在前一个半局有更换代打哦，那在代打完的球员，现在接替这个一垒守备的，应该是再更换为这个莫玉婷。所以中华队这一次阵容上面，应该整个教练对选手的了解还蛮充分的、适时的一些代打之后，接下来的一些要接替守备人员的更换哦，基本上都衔接的还蛮顺畅的啦。这个急得不强劲的一个软弱滚地球，有一手等待一个弹跳之后，捡起来再传向一垒，没有问题，非常准确，一人出局。中华队在更换上投手郭瑞仁之后，其实也对美国队现在感觉他的一个压制力是更好的所以现在就是看这个1分差的比赛谁能够稳定的守下来。那中华队目前虽然落后有这个球，这个宣判是界外啦。那当然这个球整个休息区，美国休息区是非常的激动他们的角度看，但不会是最准确的，但他们就是认为是界内这个外角低球打着，还蛮激动的，肢体的动作蛮大的。刚不知道导播有没有 take 到，刚若他这个打击他直接退开，裁判没有喊暂停的情况下，可以投球，对，可以投球的。被拉掉了。这个有时候我们如果当教练的话，反而看到选手这样，会提醒他们要冷静一点，没错，还是回归专注到球场上面，因为现在的分数差距需要的是你冷静，然后上垒，把各种攻守的内容做好。是，对。那刚刚教练所提到的就是当你没有你去自己退出来，你没有申请这个暂停的话那投手就有权利，我就往本垒这边来做投球。那中华队的投手，我觉得也应该就是有跟这个刘教练的默契一样他知道这样的一个节奏反正你在情绪上，我稳稳的投，我抓你可能反而比较不专注的一个情况这球再捡起来还有吗？哇，没办法，因为这球弹开来之后，其实是落在比较远的位置，要再捡要花时间啦。因为其实这球弹跳在靠近三垒手的时候有点弹高了。而且最后是不是方向好像感觉有一点点改变？对，所以在接球的掌握度上面会比较有影响。不过这个球没有处理好之后中华队教练团这边应该是比赛也到后段是不是换上这个防守能力更强的球员？基本上就是要把这个分数给 hold 住背号23号的林定志也是一名内野手，上来接替内野的防守，直接接替刚刚没有办法把球处理好的三垒手队友的一个位置。
好，在2坏球之后，归瑞人直接往好球带中间来塞哦，跟大泽做对决，抢回一个好球，1好2坏，两人出局。美国队5局上半的进攻，一垒有跑者。接下来一个放在外角的变化球也投得非常准确哦，把球速的天平给要了回来，2好2坏。在中华队换上郭瑞仁投手的时候，其实在美国队在对于垒包的积极度就有相对减少许多。一方面也还是左投手的关系哦。对，然后在动作的流畅度跟速度来说，对，都比较快了，没错。不像这个先发投手当时哦，你可以抓变化球，而且速度比较慢的一个这种呛死来做起跑。这个球最后还是偏外侧了一点哦。那美国队的打者也很有耐心把它给选掉，所以也让攻势继续延续下去。8棒选球上垒之后，2出局1、2垒有人的情况，要轮流9棒的打击。这边美国队是不是有要更换跑者的一些想法吗？我看对这个有球员出来是戴了头盔啦。那有头盔的话，是不是要接替2垒的一个跑者哦，做代跑人员的更换？对美国队来讲的话，目前得点圈2垒的这1分哦，也代表重要的保险分哦。没错，因为现在比赛已经到了中后半段了。对。甚至如果看比赛时间的话，这局如果美国队你说再进攻久一点的话，会不会其实这一局就是完整的最后完整局，然后5局下半变成中华队就是这场比赛的最后进攻半局？那你如果是这样的一个推算的话，其实想说要守最后半局的话，当然能多追加1分是1分啊。是没错。捕手可惜第一时间这样子就来不及了。哇，因为刚刚其实球漏的不远，那2垒跑者可能是刚换上来的代跑哦，他也不是那么熟悉节奏的情况底下，第一时间并不敢跑，反而是1垒跑者冲出去比较多哦，他还是回到垒包上了哦。我们镜头已经看到那个2垒跑者已经跑到将近1半的地方了。没错没错，其实这球有点可惜。有点可惜，对。国人想办法把自己的一个放球点赶快恢复到稳定，能够控在比较内角中间的一个位置啦。像这样子应该就不错了。这个时候郑志伟教练上来，是不是要针对头部手提醒他们一下这一球的一个配球？直接用透过这个手语老师直接来跟他们说配什么球，然后看能不能直接来制造3振因为在这一局郭瑞仁选手他在投球上面，目前垒上的2位跑者都是10外球保送，对，而且都是在满球数之后造成的。所以其实在这一局有点可惜。是。对，那可能总教练上来这边可能在提醒他说，
他的出手点。对对，因为以他的球质哦，其实他只要控在中间里面的位置，不管速球或变化球，其实对方是不容易击中的。是，所以可能控球方面，他现在就专心在投一颗，没错，制造出3分这样就可以了。关键的一球，这球打者是先破坏掉。确实啊，这个也是棒球很奇妙的地方哦。常常教练喊完暂停以后的那一颗哦，投手就是有办法找到如何投出好球的方法。啊，好球！这个变化球没话讲。啊，这个中华的3振投出之后哦，中华队把落后的分数哦。hold 在4-5这边，那看看接下来5局下半的反攻了。
好，回到比赛现场，第一届世界杯听障棒球锦标赛，在第二天赛程的最后一场比赛，中华队对上美国队。5局下半1分落后，中华队要来进行反攻。这个半局，中华队这边的一个攻击哦，刚好要轮到开路前锋第一棒蒋俊贤。那这个半局之前的一个攻守交换哦，其实时间拖得比较久一点哦，就是又有一个小插曲啦。1日2战的美国队哦，在这一场比赛的一个攻守名单里面哦。这个不知道是不是教练团的疏忽，其实他们在预备球员，他们的先发阵容都填了。那预备球员这边哦，哇，这个也很少见哦。我后来确认一下，因为我们也是第一时间就手机拍了。哦，这个球的落点非常好，蒋俊贤敲出了一个3不管地带的安打上垒了，无人出局，追平分，站上1垒。那刚刚所提到的就是，本来美国队这边好像想要做人员的更换哦，但是依照我们对一般规则的认知，你在攻守名单上替补球员上面没有做任何的填写哦，那基本上就不行了。因为前一场比赛对韩国的时候，其实他们的攻守阵容名单上替补席是有填写球员的哦，这是比较完整的。好，这个球并没有确实接不到，所以发动盗垒的蒋俊贤这边是安全站上2垒。我这边好像有一点这个跟进来补位的野手
有一点点的小冲撞哦。那当然，大家还是要避免受伤啦。那因为这个球来讲的话，整个弹跳捕手也没有传到这个很到位的情况，所以刚刚看画面，第一时间似乎进去补位的野手，第一时间也被捕手传球给扎在脚上了。那现在2垒上这个是代表中华队的追平分。对。所以应该捕手会特别注意垒上的跑者。会，对。那这个时候需要的就是先追平之后，以时间来看的话，这也应该会是这个，因为这不像足球有这种所谓的伤停补时啊。哦，刚刚所有的各种插曲所造成的这个时间消耗，这个不会有那个码表暂停的。是。那就是如果是这样，就是中华队的最后反攻半局哦。但如果是平手的情况下，在这次的赛会，那是要打出这个胜败的。对，会进入到这个就是一定要持续来进行，然后后续甚至还有突破僵局这样子。不过对中华队这边的想法来讲的话，因为是前段棒次哦，那像现在的2、3、5至少接下来的4个棒次来讲的话，有3名打者都曾经在今天出现过安打，那看有没有机会就直接在这场比赛的5局下半一举再来造成本场比赛第2度的逆转。高角度的球，有耐心的仔细把它选掉，2好3坏。不一定说有安打出来，但是如果有持续的一个上垒的话，我相信也会对美国队这边来制造很大的压力啊。偏外侧的坏球很明显。那郭瑞仁这边除了上一局这一场比赛前面这个紧急接替精彩的刹车踩住以外现在在这个关键的半局这个保送也很重要。现在中华队是无人出局，1、2垒有人的局面。所以郭瑞仁选手他的脚程是非常快，他目前在1垒是代表中华队的超前分。对，所以这个时候甚至你说让这个体型高大的高瑞翔，如果他的短打执行能力不错的话，点下去也是有可能的是，那要看中华队教练团他们有下什么战术。没错。那当然，这个要不要作战，有时候也要观察对方投手的一个状态。如果他不是很稳定的话，我们有时候也减少作战有时候是不是甚至用选球就有机会来延续攻势了因为其实这2个打席看，他们先发投手到现在这一局的球路就有明显的偏高。没错，没有前几局这么的稳定了。是。那另外就是投到现在如果球威下降有这种比较好掌握的球，像以高瑞翔他这个看起来power比较强，出现长打的话，也有可能一棒就造成的这个滚地球要跑快一点，结果搭配这个时候连1垒都没有抓到这个刚刚教练才在提，我们原本1垒的跑者郭瑞仁脚程很快还在担心说会不会2垒这边会制造一个封杀的出局。结果是一个 all safe 这个你会有这种打得软弱不好处理的，我们这边也有。而且在游击手抓球的时候，他其实抓了2拍才把球抓好传向1垒。对。那因为在最后半局，其实大家在垒肩上的跑垒都非常的积极。没错。结果这个剧本是怎么写的？所以今天在最关键的一个打席里面，又轮到林伯勋了。前面刘教练有特别介绍到，昨天2支长打的选手，偏高，关键时刻投打对决的第1球，投手是投出一个偏高的坏球。
这个时候美国队当然任何一分都要守下来，所以在这个危机底下啊，也不能去想会不会被打穿的问题，先内野整个区前再说了哦。好，这球林伯逊最后是决定把棒子收住，但这一球裁判认为高度上是可以的哦。球数形成1好1坏。哦，这球掌握的 timing 是蛮不错的哦。其实前面1好1坏那一颗第2个好球进来哦，林伯勋自己放掉哦，哇，他有点觉得很可惜啦。是，所以这一球也是相同的位置，他就积极做出攻击。哦，这个都是在差不多的位置哦。其实美国队投手这几球其实也投得很精彩啦。是。2好2坏，同样是一个很关键球的一个对决。这球发生失误，有可能第2个会回来。2垒的跑者郭瑞仁，哇，这个他回到本垒的话，那要看看比赛的时间来讲的话，应该是已经到点了哦。哇，所以这个如果被记成不管是安打或者说记成失误来说的话哦，比赛应该就在这一个 Boeing Play 底下哦，没错，胜负的结果已经产生了。那最后就是由林明勋这一个关键的打击哦，跟投手维持缠斗了许久之后，那最后有效的一个击球，当然球也是要打得够强劲，才会对这个防守员造成压力啦。那3垒手第一时间没有办法接到哦，这个球又弹在滚动的比较缓慢，中外野手要花时间处理的情况底下，连2垒的跑者哦，前面刘教练就提到脚程很快的郭瑞仁也回到本垒来得分。所以这场比赛哦，在早战5局过后，双方2度的这个反超前你来我往，最后中华队是相当精彩，很漂亮，最后取得这个6比51分的一个险胜。那2队当然比赛过程当中哦，守备有发生了一些小小的瑕疵，失误的次数稍微偏多哦，但整个比赛过程哦，其实还是蛮精彩的。那最后也恭喜中华队哦，在这一次第1届世界杯听障棒球锦标赛前2天的赛程哦，来取得一个2连胜。那明天这个第1届世界杯听障棒球锦标赛赛程将移师到台北市天母棒球场，那会进行3场的比赛，分别是早上8点半日本对美国，中午的11点半墨西哥对韩国，以及下午的2点半，中华队要来第3场的初赛面对这个韩国。那明天1日2战的对手，明天1日2战的球队哦是韩国队。那也请各位观众朋友持续锁定我们的转播。那今天的转播服务工作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也谢谢这个蒋平刘嘉诚刘教练，我们大家明天见，拜拜。